人嘛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不要把自己活得太累了。现在我才觉得我为什么以前那么搞笑，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哪里来的那么多快乐，但开开心心最重要。当初刚拿到这个项目案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在深圳拍摄一部现代剧，然后我是看了一下这个故事线，它是一个新武侠，然后非常吸引我。其次，温客行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，刚看他的人物小传，我是比较怀疑的，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饰演好他，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这种可能性和多面性。但是觉得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，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机会，然后也是个挑战，然后就试了几段，试完之后，然后跟导演和制片人聊了聊，可能觉得我还是比较合适吧，然后就有了这个机会，非常感谢他们。不喜欢这种武侠小说呢？我喜欢看《天龙八部》，乔峰、虚竹、段誉，最喜欢的武侠角色是谁？乔峰和段誉。我稍微看了前面一部分的原著，找了一下感受，然后看了剧本，读了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。说实话，看第一次剧本，因为我们这个剧本相对来说还对我来说算是比较复杂，然后看第一遍的时候，有些线都还没捋明白，所以需要2遍、3遍、4遍再去看一下。温客行这个角色，我看到剧本，我就会想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变。刚开始展现给大家的是一个翩翩公子，对，他要隐藏自己的身份，然后见到周子舒，他又会把他自己非常天真的一面，就是内心最真实的一面，抛给周子舒看，因为他认定周子舒是他小时候见过的那个人。然后见到坏人的时候，他认为的对手的时候，他会非常的狠，是秒变脸。那你觉得自己身上跟温客行的身上的相似度有多少？1%，相似度可能就是他阳光或者笑起来的时候有点像我，其他我感觉都跟他沾不上什么边。但是我会觉得温客行真的很可怜，直到现在我还是会觉得他的身世，包括他的经历，让我挺为他感到惋惜的吧。就是他挺苦的，一步一步走出来，就是为了替父母报仇，宁愿放弃所有。对，这么一个人，其实他挺可爱的，可爱的同时又挺可悲的。对，我的理解哈，跟之前的武侠剧可能不大相同。之前武侠剧可能是展现给大家的就是一个英雄，一个非常完美的人，他不管他的三观或者是认知，还是说他的武功，都是天下无敌，都是完美无缺的。那在我看来，我饰演的温客行，他是有缺点的。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成长，学会看见真实的社会，真实的社会也是有很多好人的一面，然后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。最深的一场戏就是你身上有光，我抓来看看，就是大结局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除了说过的这一段的话，我觉得还有很多吧。还有就是在山洞，见完剑龙雀，然后跟那个龙啸，他放药人，我们一起，我和周子舒2个知己之间一起同生共死，一起活出命来，也挺精彩的。还有一场戏，就是他们叫温3岁，就是在义庄吃了糖，然后他就进入幻境，变回自己小时候的时候。那场戏要演一个小孩嘛，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变成了小孩子。那场戏还挺好笑的，我觉得。我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，其实欲望没有那么强烈。虽然我经常说发财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想做好演员这件事，所以作品才是立身之本。我这个人就不喜欢给自己套一些什么壳在外面，让大家看到我外壳的那一层。我就希望
哎，人嘛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不要把自己活得太累了。我这个人其实说实话不是特别在意钱这个东西，虽然我很想赚钱，但是我觉得钱够赚就行了。钱就是只要是自己能够花在自己想花的东西能够，我觉得就足够了。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心情比较郁闷，然后就出去旅行。我这个人就很喜欢自驾游，包括跟亲戚、跟同学看不同的人、看不同的事，接触不同的环境、接触不同的人、接触不同的文化，就是给我新鲜感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吃到美食、看到美景，我会很快乐。我这个人就是射手座，比较爱自由。其实我很多旅行都非常深刻。有一次去奈良，不是奈良有很多鹿吗？我们给它喂东西，那个鹿真的非常可怕。你只要掏出来，它就会追着你咬。它根本不像是大家觉得很可爱。我那组照片其实拍得非常辛苦，那个鹿很凶，它会咬你的手的。对，就是算是记忆比较深刻的，一直跟着你亲，一直跟着你亲。其实没有那么快乐，大家去奈良体验一下就知道了。其实出版129的契机是因为我自己在生日的时候，确实也想拍一套写真，其次也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就是这本写真的全部收益，我们会把它捐给公益事业。到时候后面大家会知道，我们会公开把这个透明的给大家。我现在刚不能算成名，我现在就是稍微火了一点点，然后也没火几天，但是我会尽量做到，不管怎么样，走到哪个位置，我都脚踏实地。对，脚踏实地最重要。我给我团队他们也这样说，然后我之前团队备注是18线艺人团队，然后我《山河令》播的时候，我给我们团队后面加了个括弧，谁都不要飘。对，大家都不能飘，不管对谁都是一样，跟以前一样，也要做到真诚。希望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疫情期间聚到一起。去机场，哎呦天哪，就是根本走不动路。哎呦，这样真的，不管是对其他坐飞机的乘客也好，还是说对于自己，都是一种保护。希望大家对疫情期间也尽量保护好自己，对，少聚集。第一句“老公老公”，对于这个没什么想法，这个听的有点多了。龚俊，好好练习用筷子，我筷子用的老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还会转筷子呢。所以你提前拍好腹肌照，什么时候发出来啊？哎，我之前不是承诺过吗？1000万的时候发，那说到就要做到呗。1000万的时候发呗。我现在就有腹肌，一直都有。希望再表演一次铁板炸头发。哎，你就不怕我的头发给炸焦吗？我居然在一部剧里看到了中国武侠剧的希望，天哪！这句话评价好高啊！感谢你们，感谢你。对，然后也要感谢我们的武术指导。山河令透着一种老派的浪漫。什么叫老派的浪漫？什么叫老派的浪漫？就是传统武侠的浪漫。哦。看了俊子的 vlog， 我太喜欢他了，天天呲牙咧嘴，嘎嘎傻乐。希望俊子以后依旧能开开心心赚大钱，真是个宝藏。笨蛋大帅哥，对于笨蛋这个词我不是很喜欢，但是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吧，不重要，我都能接受，爱咋说咋说。不开心的时候就看看俊子唱歌和生日直播，是的，不开心的时候多看我微博，关注我。网友看到之前很多直播或者其他视频，都叫你这个欢乐喜剧人啊。那个你自己喜欢这个称呼？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之前有那么搞笑，我喜欢啊，就做演员，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快乐，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？让大家都快乐起来，都开心起来，每天工作压力那么大，
对啊，你说我做演员，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情，或者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让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看到我的视频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哪里来的那么多快乐，但开开心心最重要。活得开心一点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那以后这个空闲的时间还会这样直播吗？直播，我每年生日都会直播吧。之前说过，我如果稍微火一点，我会开一个什么见面会啊什么的。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虽然去年也没火，今年稍微火了那么一点点，看情况吧。